我刷到傅晨舟的网红助理新写的文章时，脑子嗡的一声，标题是独立女性需要戒掉的10种行为。第一张配图就是我前几天刚给傅晨舟发过的黑色情趣内衣自拍照，图片下面写着行为1出卖身体讨好男人，聊天截图备注的傅先生专属小狗则被配文行为2自我奴化，连我平日对他的嘘寒问暖都被打上了没有自我围着男人转的标签。而文章下面是傅晨舟的点赞和评论，写得很好，奖金翻倍。我颤抖着手拨通了他的电话，却传来女孩挑衅嘲讽的声音：感谢元旭姐姐的素材，文章点击率都爆了。电话那头传来嘈杂的音乐声和女孩们的嬉笑。傅晨舟不在。我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电话被挂断，只剩下冰冷的忙音。我猛地从床上坐起，那篇文章的截图还亮着，那些私密的只属于我们2个人的瞬间，就这么被公之于众，被评判，被羞辱。特别是那句傅先生专属小狗，那是我们之间最亲密的玩笑，现在却成了别人攻击我的武器。我再次看向手机，决定不再打电话，而是直接去问他，我要亲眼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。抓起车钥匙，我冲出了门，一路上我脑子里乱哄哄的，全是他评论里那句奖金翻倍。奖金，他用我的隐私给那个女孩发奖金，他的公司就在前面，那栋我曾经为他感到骄傲的大楼。把车停好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走向大门。前台的女孩认出了我，表情有些古怪，欲言又止，我没有理会，径直走向总裁专用电梯。电梯门缓缓关上，隔绝了外面窥探的视线。我看着不断跳动的数字，心也跟着一点点沉下去。我冲去傅晨舟总裁办公室时，透过办公室的玻璃墙，我看到了让我血液凝固的一幕，叶星星正和傅晨舟面对面给他夹菜。晨舟哥，你爱吃牛肉臊子，干嘛不给你做？也太不贴心了。尝尝这碧云轩的卤牛腱子肉，我刚买回来的，还冒着热气。傅晨舟笑得温柔，抬手揉他脑袋，辛苦我们星星了。他的笑容让我有些恍惚，依稀记起3周年那晚，我在备忘录里存满的宝贝，有傅晨舟第一次帮我吹头发，结果把我刘海烧焦的合影，有他宿醉后误把我爱你发到工作大群的聊天截图，还有他那句带着困意的傻话，以后儿子眼睛要像你。这是我们的恋爱糗事百科，只属于彼此。他当时耳根通红，笑着把我搂进怀里说，锁好了，谁都不给看。当初属于我们的每一件小事都被他放在心上，而现在属于我的温柔似乎有了新的主人。而我早起挤傅晨舟备好的午饭却孤零零摊在一旁，饭盒是我精心挑选的，饭菜是我早上6点起来做的，我以为他会喜欢，至少会吃完。办公室的门隔音很好，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，只看到叶星星笑得花枝乱颤，而我的手就按在门把手上，却好像有1000斤重。我在怕什么？怕看到更不堪的真相吗？不，我孟元旭从来不是缩头乌龟。门被我推开了，傅晨舟看到我，脸上闪过一丝惊讶，然后是片刻的不自然。叶星星倒是镇定，甚至带着点挑衅的挑了挑眉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可现在我早起给傅晨舟备好的午饭却孤零零摊在一旁，备受冷落。我快步走过去，啪的把手机拍在桌上。傅晨舟，不解释下吗？刚一路走来，外面傅晨舟的员工明目张胆地盯着我讨论，傅总真把他私房照给叶星星写公众号用了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总裁平时就宠他。上次叶星星说想每天喝奶茶，傅总就增加了个下午茶，奶茶喝到我们想吐。对对，还有叶星星一句中午好困，傅总第2天就加了1小时的午休时间。现在好了，连自己老婆都成了叶星星写公众号的素材。别说了，一会儿叶小公主得找你算账了。我这才知道，在傅晨舟说让我在家养身体准备备孕的这些日子里，他竟养了这么个小公主在公司里，而傅晨舟就那么任由她坐着，甚至还带着宠溺的笑。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击了一下，但我没有发作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。傅晨舟似乎终于意识到了什么，他轻咳一声，站起身来。阿旭，你怎么来了？他走过来，试图握住我的手，我侧身躲开了他的手，没有让他碰到。叶星星在一旁扑哧笑出了声，又连忙捂住嘴。傅晨舟回头瞪了他一眼，但眼神里并没有真正的怒意。我冷眼看着这一切，只觉得可笑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拿起桌上的手机，再次点开那篇文章。文章里的每一个字，每一张图，都像刀一样剜着我的心。而傅晨舟的评论写得很好，奖金翻倍，就那么在文章下面，那么刺眼。我需要一个解释，一个真正的解释。明明每天早晨他还一如既往地亲我额头，满眼爱意地叫我老婆，一切都好像没什么不同。可现在他却让别的女人坐他的老板椅，沙发上也铺了毛茸茸的 Hello Kitty 毯子，分明一切都有了别人的痕迹。割裂感太重，我连质问声都变了形。傅晨舟见我气势汹汹的样子，只惊讶了一瞬，便站起身牵住我。阿旭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他看了把头发染成黄色的叶星星一眼，
为难地对我说，星星是叶老师的女儿，近期她出国，才托我带星星来公司学习下。叶老师是富沉州大学教授，帮了她很多，算是恩师。叶星星像感受不到这紧张的气氛，嘻嘻一笑。姐姐和沉舟哥感情一定很好吧？他眼神狡黠地打量我，语气恃宠而骄。那部手机是我和他用的情侣款。我没有理会叶星星，只是盯着傅沉舟，等他继续解释。傅沉舟叹了口气，似乎很为难。叶老师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从小宠坏了，性格比较叛逆。他开始解释，他不想按叶老师的安排生活，就跑到我这里来，说要做自媒体。我想着，反正是恩师的女儿，就让她在公司待着，随便做点什么，也算有个交代。听起来多么冠冕堂皇，可是报恩需要做到这个地步吗？我的私密照又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文章里？傅沉舟的脸色变了变，他张了张嘴，却没说出话来。叶星星见状又凑了过来，抢着开口：哎呀，沉舟哥，不好意思说，我来说嘛。那些照片是我在沉舟哥手机里看到的，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拿来用了。他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沉舟哥说，没关系，反正姐姐不会介意的，对吧？不会介意，我的隐私，我的尊严就这么被你们随意践踏。沉舟哥说，你的照片我随便用呢。他说呀，你肯定不会小心眼和我生气的。他调皮吐一下舌头，晃着手机，里面居然还有我别的私密照，大片肌肤完全没打码，神色妩媚，任一张流出去都会很严重。一股火气腾的直冲头顶，我冲过去，高高扬起手，怒声质问：傅沉舟，你把我当什么？给他玩乐的素材吗？下一秒，傅沉舟挡在叶星星面前，他死死攥住我的手，低下声劝我，眼神却带上了强硬。星星比较调皮，和他爸闹脾气，上周五才跑去跳河了。我好说歹说才劝下他，你就别刺激他了，求你了，老婆。手腕被捏得生疼，心口也如被刀剜刺一般。跳河自杀，这就是他用我的隐私换来的保护吗？我用力想抽回手，但他攥得太紧，我挣不开。你放开我！我的声音冷得像冰。傅沉舟愣了愣，手上的力道松了些，但依然没有完全放开。叶星星从傅沉舟身后走出来，扯了扯他的衣角。沉舟哥，算了，别为难姐姐了。他的话听起来像是在帮我，但眼神里的得意却出卖了他。傅沉舟终于松开了手，我揉着发红的手腕后退一步，和他们保持距离。叶星星却得寸进尺，又开口了：姐姐，你也是的，不就是几张照片吗？至于这么大惊小怪？现在的年轻人谁不拍点私房照啊？你思想也太保守了吧！我盯着他没有接话，这种程度的挑衅我见得多了。傅沉舟似乎也觉得叶星星过分了，轻声斥责：星星，别说了。但叶星星哪里会听，他反而更起劲了。突然想到什么，我扯着冷笑甩开他：你别告诉我你彻夜未归那天不是加班，而是去陪他了。上周五是我们过完3周年的第2天，他明明答应我请假1天，整日陪我，连室内的游玩路线都定好了。他却在烟花节目开场时突然接了个电话，就匆忙走了，说什么有个项目出了事。剩我对着迟迟才上的情侣甜品，食之无味地看着满天烟火。而那晚他彻夜未归。闻言，傅沉舟眼神躲闪，避开我视线。叶星星却生怕我不知道，蹦蹦跳跳上前喊：上周五沉舟哥就是来陪我了，从河里被救上来好冷，沉舟哥还抱着我睡了一夜。他的话像一把刀，精准地刺进我的心脏。抱着他睡了一夜，而我却在家里傻傻地等了他一夜，担心他加班太累。傅沉舟终于抬起头看向我，眼神里满是愧疚和恳求，但我已经不想听了。所以你的彻夜未归，不是因为项目，而是因为他。傅沉舟沉默了几秒，然后缓缓点头。那一刻，我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。叶星星还在旁边煽风点火：姐姐，你别怪沉舟哥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跳河的。他的话听起来像是道歉，实则是在炫耀。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：你确实不该跳河，你该跳的是你自己的良心。叶星星脸色一变，笑容僵在脸上。傅沉舟想说什么，但我已经转身准备离开这个让我窒息的地方。好一个跳河啊，连我老公都照顾得和他抱在一起了。人人都说我孟元旭一身利刺全是为了傅沉舟收起来的，可也忘了我向来不是爱吃亏的人。我抿起唇，长臂一伸，快速抢过叶星星的手机，啪摔在地上，手机屏幕瞬间4分5裂，碎了一地。你疯了！叶星星目瞪口呆，反应过来后立马尖叫。我好整以暇盯着叶星星震惊的脸，扯出讽刺的笑：跳河？我看你现在精神挺好啊，还有心思插足别人家庭。叶星星被噎得说不出话，只能求助地看向傅沉舟。傅沉舟皱起眉头，走向我：阿旭，你太过了。太过？我冷笑：我过？他用我的隐私博流量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他过？他发文章羞辱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他过？他坐在你腿上，用你的手机把我最私密的照片给别人看的时候，
你怎么不说他过？傅晨舟沉默了。叶星星见傅晨舟沉默，急了，自己跳出来。我那是为了工作，你懂什么？为了工作就可以不择手段？你……叶星星被噎住，我懒得再和他废话，转向傅晨舟。傅晨舟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让他公开道歉，删掉文章，并且离开公司；第二，我们离婚。刚才的照片足够我告你几次了。你这么爱用真人经历写公众号，怎么不把自己写上去呢？空降女网红勾引上司这个标题怎么样？叶星星气得浑身发抖，咬着嘴唇大吼：我不过是为了工作，如果这都说我是勾引，那我还有什么留下的意义？傅晨舟头疼地捏了捏眉心，率先过来牵住我。阿旭，你别和小女孩计较，我是为了在老师回来前把星星管教好。他捏捏我的掌心，弓着身子，热诚地看我，语气很温柔。乖，我回家再好好补偿你，好吗？叶星星再也压不住眼底的嫉妒，恶狠狠开口：孟元旭，你个老女人！这句话像一根针刺进我的耳朵，但我已经不是10几岁的小姑娘，不会因为这种话而跳脚。我淡淡的回应：年轻不是资本，脑子才是。叶星星被噎得说不出话，脸一阵红一阵白。傅晨舟见情况不妙，赶紧打圆场：好了好了，都少说2句。阿旭，星星年纪小，不懂事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年纪小，所以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傅晨舟，他22了，不是12岁。傅晨舟被噎住，无话可说。叶星星见傅晨舟吃瘪，又想开口，却被傅晨舟一个眼神制止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有了决定。我收起手机，转身准备离开，身后传来傅晨舟的声音：阿旭，你去哪儿？信不信我即便向晨舟哥讨要婚戒，他也不会拒绝我？一瞬间，傅晨舟表情沉了下来，倏地转头对他厉声道：星星，你过了。叶星星愣住了，下一秒豆大的泪珠从他眼眶扑出，然后他倔强地擦了把眼泪，扭头就冲了出办公室。傅晨舟抬脚想跟，还是定住了脚步。他勉强扯起笑容：老婆，这次是我不好，我保证不会再发生了。他说抱着他睡也是骗你的，我确实守了他一晚，但是在沙发上。见我不说话，傅晨舟推我坐下，185的大高个就这么蹲下，窝在我膝盖上，可怜巴巴地抬眼看我。好老婆，我和他真没什么，别生老公气好不好？可是这次不一样了，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听着他的辩解。他说他错了，说他不该瞒着我，说他只是不想让我担心。可是不想让我担心，就可以把我们的隐私给别人吗？不想让我担心，就可以彻夜不归去陪别的女人吗？不想让我担心，就可以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一次次缺席吗？傅晨舟还在电话里说着什么，我已经听不清了。我打断他：傅晨舟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，然后传来傅晨舟小心翼翼的声音：你问。如果今天跳河的是我，你会像对他一样守我一夜吗？电话那头是长长的沉默，良久，他才说：阿旭，你不会跳河的，你那么坚强。我笑了，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，然后我挂断了电话。无数次他惹我生气，都是这样哄我的，说傅晨舟是孟元旭的专属小狗，孟元旭是他唯一的主人。可这次我心却掀不起一丝触动，我垂眼瞥着他。想我原谅你？傅晨舟眼睛一亮，然后我缓缓吐出：可以啊，你撤掉文章，并且公开声明说是叶星星的失职。出了这事，若不干点什么，员工们真当我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踩在头上了。婚前我是出了名的暴脾气，现在算是很给他面子了。傅晨舟眼底闪过一丝挣扎，终究还是无可奈何。好，都依你。他效率很高，一则员工叶星星失职声明下午就被放了出来。声明里说，叶星星未经允许擅自使用私人照片，行为失职，已做内部处理，文章已删除。但我知道这远远不够，那张照片，那些羞辱不是一份声明就能抹去的。而且我注意到声明里用的是内部处理，而不是公开道歉。他还是舍不得让他的星星受一点委屈。手机响了，是傅晨舟打来的。他发来消息，声明发了，别生气了，晚上我早点回家。我没有回复，继续完善离婚协议。晚上，傅晨舟果然早就回来了，他手里提着我最爱吃的那家蛋糕店的提拉米苏。阿旭，看我给你买了什么。我没有看蛋糕，只是看着他，平静地说：傅晨舟，我们谈谈。傅晨舟的笑容僵在脸上，他大概意识到这次没那么容易过去。窗外的天色渐暗，客厅里的灯还没有开，两个人就这么坐在昏暗的光线里，相对无言。期间，叶星星还哭闹着给他打过电话，傅晨舟也只是一句堵了回去。这是你玩笑开过来的下场。叶星星就这样消失了3天。
再出现时是他朋友打来的电话。傅晨舟刚给我准备好烛光、晚餐、意面和牛排，还冒着热气。你是傅晨舟吗？星星喝醉了，刚差点被人非礼，你快来！什么？傅晨舟手中啤酒啪的摔在地上，他看都不看我一眼，抓起车钥匙就冒着大雨往外冲，盯着一地的玻璃渣子，像也有碎片扎在了我心上。我缓缓拨通电话，爸，我要和傅晨舟离婚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传来父亲苍老的声音：终于想通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这些年为了傅晨舟，我和家里决裂，我以为我选对了人，可现在我才知道我错的有多离谱。父亲没有多问，只说：回来吧，家里永远给你留着门。我挂断电话，看着窗外的雨，心里做出了决定。我起身开始收拾东西。这个家曾经是我最温暖的港湾，现在却让我窒息。手机又响了，是傅晨舟发来的消息：星星没事了，我今晚不回去了，陪他一下。不回来正好。我拖着行李箱站在客厅中央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，然后我打开门走了出去，没有回头。雨还在下，我没有伞，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冷。帮我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。我还是追了过去。五光十色的酒吧灯光中，我看见傅晨舟一头扎进一间 VIP 包厢，盯着叶星星的朋友离开后，我走了过去。预料中叶星星醉成一滩烂泥的画面并没有出现，女孩像露出爪牙的小恶魔，一个翻身坐在了傅晨舟的背腹上，她声音轻盈，姿态魅惑。傅晨舟，见你一面可真难。傅晨舟一把攥住她乱撩的手，厉声警告：你没醉。说着就要起身，女孩怒了，用力扑倒男人。我没醉又怎样？难道真要我被人非礼你才肯看我一眼吗？门外的我看着这一幕，心跳几乎停止。包厢里叶星星还在继续：傅晨舟，你心里明明就有我。然后俯身重重吻住男人，我身子一晃，差点撞倒走廊的花瓶。傅晨舟用力推开他，发狠一抹唇角，怒目相视。叶星星，你疯了！女孩抬手扯住头发，灯光下她的发色更耀眼了。你看看我染的头发，明明是你说云絮姐一直是黑发无趣的很，我才去染的。傅晨舟不应答，只沉着脸想拉开他的胳膊。女孩的热情终于被磨光，她盯着傅晨舟依旧垂着眼不吭声的样子，冷笑着甩开他。好啊。她从男人身上翻下来，傅晨舟下意识护住她，被叶星星一把拍开。好啊，既如此，那我就如你所愿，听话做回一个乖乖女。等我爸回来，我就去他安排的相亲。男人目光猛地一凛，不许！我像个爱情剧的旁观者，看见傅晨舟脸上的坚持终于破碎，然后他掐着叶星星的腰一拉，重重的吻就附了上去，心底的悲凉一下漫到脚底。好一个绝美爱情，那就让所有人都看看吧。我当即把刚拍的视频编辑好，发到了微博上，并着了傅晨舟公司官号和叶星星的网红账号。叶星星全平台足有100万粉丝，加上买了点水均推波助澜，这条女网红出轨新贵公司总裁的微博很快爆了，评论区彻底炸了。有人扒出了叶星星之前的文章和我的那些照片，舆论的风向终于开始转向。第二天一早，傅晨舟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孟元旭，你疯了！你是要毁了我公司和叶星星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他看到新闻后又吞了安眠药。剧烈的冲击令他对我连一句道歉都没有，只有讶异无比的质问。我不为所动，还不让人说真话了？你俩干得出，怕什么别人知道？傅晨舟怒气冲冲挂了电话。我知道他不会善罢甘休。果然，下午的时候门铃响了，以至于警察的来势也那么迅猛。孟元旭女士，傅先生控告你涉嫌诽谤和侮辱罪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他们态度强硬，根本不等我律师来就带走我。没想到刚出门，迎面一盆恶臭的粪水就泼了过来，腥臭蛋液顺着头发流到眼睛。我踉跄稳住脚步，就被人狠狠推倒。就是你个贱人，污蔑星星公主！星星公主要是吃安眠药没救回来，你就是杀人凶手！你个善妒的怨妇，活该傅总不喜欢你！居然有人事先安排好了叶星星的粉丝在这里，还有媒体对着我长枪短炮的拍照，显然是傅晨舟的手笔。为了个叶星星，他竟对我残忍至此，鞋跟崴断，我狼狈跪摔在水泥地，掌心擦破火辣辣地疼。警察快速将我拉起，把我塞进警车。
律师到达时，他给我看了最新热搜，妻子极度诚信，捏造事实，用 AI 视频诽谤副总和网红，警方出动，立马逮捕。上面是我狼狈至极的脸。警车启动，驶向派出所。一路上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坐着。到了派出所，我被带进审讯室，他们开始问话，我一五一十的回答。最后我被拘留了，等待进一步调查。拘留室里很冷，但我已经感觉不到了。被拘留了2天，傅晨舟终于把我保释了出去。一路无话，直到打开家门，里面居然布置了满满当当的玫瑰花，是黄玫瑰，花语歉意与和解。我盯着不动。傅晨舟终于缓缓单膝跪下，向我递上一枚钻戒。他缱绻地勾住我手指，语气小心翼翼：阿旭，你愿意和我重新开始吗？他眼神痛苦中夹杂着浓重的愧疚。这次的事情是我鬼迷心窍做错了。叶老师已经回来了，星星回到他爸身边，以后我不会和他再见面了。这次让你进警局是为了还你爆料他害他吃安眠药的事，你一次他一次，扯平了。我眼神冷如古井，扬手重重扇了他一巴掌。啪！傅晨舟脸都被扇偏，无措的眼神下是通红脸颊。那你呢？你欠我的怎么还？我嫌脏的甩了甩手，扯平什么？扯平我所有私密甜蜜，被人当成恋爱脑病症的猴戏来看。扯平我在周年纪念次日被丈夫抛下去，守着别的女人一整晚。扯平我爆料丈夫出轨后被他抓进警局，还是扯平我足足5年的爱恋被人轻飘飘放弃。想质问的话太多，以至于连那闪耀的钻戒也没有心思看。抬脚向屋内走，傅晨舟跪在原地，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。黄玫瑰散落一地，向他破碎的道歉毫无意义。傅晨舟红了眼眶，缓缓站起身跟上我。他不依不饶地抓住我的手。阿旭，别这样，你让我补偿你好不好？你要什么我都答应。这时他的手机叮铃铃响了，我瞥见备注是星星。傅晨舟看着我，眼神闪躲，还是接了。那边立马传来救护车鸣笛和尖锐的女声：“喂，你是叶星星亲人吗？他在酒店割腕了。”什么？傅晨舟瞳孔一缩，连手中的钻戒都捉不稳，叮当掉在了地上。这种寻死的戏码一次又一次，不厌其烦。少了他傅晨舟，难不成世间真能少个叶星星？怕不是恃宠而动罢了。他转身想冲出门，这次被我一把拽住。我莫名来了句：“如果我以后生孩子他自杀的话，你是不是也要扔下我去找他？”傅晨舟这下不耐烦了，语气凝重：“孟元旭，你别闹，人命关天。”我无谓的笑了，掏出文件，翻到签名页递过去。不是要我原谅你吗？签了我就原谅你。他看都不多，看一眼，刷刷2下就签好，留下句话便脚下生风，跑了出门。等我回来。等不了了。你刚才签的是离婚协议啊？傅晨舟收拾完别墅的东西，微博给我推送了一条视频：新贵总裁与于医院激吻大网红星星公主。配文啊，我居然在医院偶遇了星星。副总搂着她亲的那叫个激烈啊，生怕丢了心肝宝贝似的。什么叫做冲破世俗的爱情？这就是画面中男人抱着女孩亲的，像要把人揉碎到骨肉里一样。而后他单膝跪下：“星星，和我在一起吧，我不能没有你。”那枚本该给我的钻戒稳稳套在了女孩手上，两人失而复得般相拥。秋风穿过我空荡荡的心，冲破世俗吗？当初我和家里决裂嫁给他，外界也是这么形容的。不过如今只是碎梦一场罢了。傅晨舟牵着叶星星走出医院，盯着空白的消息界面，心口悟得突突跳起。没事的，阿旭向来懂事，再红红就好了。可一条弹出的新闻令他瞬间定在原地。孟家继承人首次亮相，控告傅晨舟剽窃核心技术。发布会中央被数名保镖簇拥的女人，分明就是刚还说原谅了他的孟元旭。手机屏幕亮着刺眼的光，傅晨舟站在医院门口的冷风里，指尖冰凉地点开那条自动推送的新闻发布会直播。画面中央，孟元旭穿着剪裁利落的白色西装，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在脑后，露出清晰的下颌线。他面前摆着麦克风，身后是深蓝色的孟氏集团标志。他的声音透过扬声器传来，平稳清晰，没有任何情绪起伏。经技术鉴定及内部审计，傅晨舟先生所持智云 3.0 核心算法与孟氏集团3年前已注册专利的灵枢系统底层架构相似度达 94%， 现正是以孟氏集团继承人身份对傅晨舟及其公司提起侵权诉讼。镜头拉近，他抬眼看向镜头，目光穿透屏幕，像冰锥一样扎进傅晨舟眼底。所有证据已提交司法机关，
孟氏将追责到底。直播戛然而止。傅晨舟握着手机的指节泛白，继承人控告剽窃，怎么可能？孟元旭可是那种会为了他对抗一整个家族的人啊！高中篮球赛后，他中暑晕倒，是他背着他穿过3条街去诊所。他醒来时，看见他校服后背全是汗渍，掌心因为攥着冰袋冻得通红，却还对他笑。傅晨舟，你得好好活着。大学时，他父亲欠的债主追到学校，抡着棍子要打断他的腿，是他挡在他面前，脊背挺得笔直，对着那群人说：“他欠多少，我还。”那是他这2年准备出国交换的奖学金。毕业晚宴上，他父亲当众把一杯红酒泼在他脸上，骂他底层垃圾，别妄想攀高枝。是他抢过侍应生手里整瓶的香槟，从自己头顶浇下去。消失了。落地窗边，他养了3年，从一小株带到爬满半面墙的绿萝，连盆都不见了，只剩下一室空洞的冰冷的寂静。他冲上2楼卧室，衣柜里他的一件衣服都没留下，梳妆台上所有瓶瓶罐罐消失得一干二净，只留下一个圆形的水渍印子，是他那瓶总也拧不紧的保湿喷雾留下的。然后他转向了墙上，他们的婚纱照被扯了下来，玻璃相框摔在地上4分5裂。傅晨舟的呼吸停了，他慢慢的、僵硬的走到床头柜前，拉开了第一个抽屉，里面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，整齐码着。一个褪了色的红色许愿袋，上面写着傅晨舟撺孟元旭永远在一起，是他们大2那年去爬那座野山，在山顶老树上记的。一张皱巴巴的、边缘发毛的电影票根，日期是7年前。一枚款式简单，甚至有些粗糙的银戒指，内侧刻着2人的名字。一小袋干枯的碎成粉末的桂花，最后一沓手写的密密麻麻的算术纸。傅晨舟膝盖一软，跪在了抽屉前，他伸出手，指尖颤抖地触碰那袋干枯的桂花，轻轻一碰，袋子里的碎末就塌陷下去。
像时光一样再也无法复原。他跪在那里，终于明白一切都无法挽回了。与此同时，我坐在孟家老宅的书房里，父亲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。我抬起头对他笑了笑。爸，我没事。父亲叹了口气，回来就好。我继续处理文件，起诉傅晨舟只是第一步。窗外天色渐暗，书房里的灯亮起，手机响了，是律师发来的消息，舆论已经开始反转。我打开微博，热搜上已经换了风向。有人说，原来孟元旭是孟家千金，傅晨舟这是忘恩负义啊。也有人说，叶星星之前那篇文章就是诽谤吧，现在遭报应了。我没有再看，关掉了手机。父亲站起来，走到我身边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早点休息，别太累。我独自坐在书房里，看着窗外的夜色，想起5年前，我也是这样坐在书房里和父亲大吵一架，然后离家出走。那时我以为爱情可以战胜一切，现在才明白有些人不值得。我打开电脑，开始处理明天的工作。傅晨舟的公司很快会收到法院的传票，至于他和叶星星的爱情，就让大众去评判吧。夜渐深，书房里只有键盘声和偶尔翻动文件的声音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律师发来的邮件，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。我关掉灯，走出书房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傅晨舟在别墅里跪了一夜。手机响了，是公司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里传来助理焦急的声音：傅总，法院传票到了，还有我们的股票开盘就跌停了。傅晨舟挂了电话，慢慢站起来，膝盖传来剧痛。他走出卧室，来到客厅，地上的玫瑰花瓣已经枯萎发黑，像他死去的爱情。他打开门，外面站着一个人，叶星星。叶星星开口，声音沙哑：晨舟哥。傅晨舟看着他，眼神复杂，曾经觉得他天真可爱，现在只觉得刺眼。他的声音冷淡：你怎么来了？叶星星咬了咬嘴唇：我担心你，我看到新闻了。傅晨舟没有说话，只是侧身让开，让他进来。叶星星环顾四周，惊讶地问：这里怎么了？傅晨舟没有回答，只是走到沙发前坐下，双手捂住脸。叶星星走过去，坐在他旁边，想伸手抱他，但被他躲开了。叶星星不死心地说：晨舟哥，我们报警吧，他这是诬陷。傅晨舟转过身，看着他，眼神疲惫。诬陷？那些技术确实是我从孟氏拿来的。叶星星愣住了，他没想到真相如此。当年他给了我50万创业，还给了我很多技术支持，那些技术本就是孟氏的。叶星星沉默了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傅晨舟看着他手上的戒指，突然觉得很刺眼。他平静地说：把戒指还给我吧。叶星星愣住了，他下意识地捂住戒指。为什么？你送给我的？傅晨舟的声音很轻，但很坚定。那不是给你的。叶星星的眼泪终于掉下来，他摘下戒指，狠狠摔在地上，戒指滚落到枯萎的玫瑰花丛中，不见了踪影。他转身跑出门去。傅晨舟没有追，只是弯腰在花丛中寻找那枚戒指。几天后，法院开庭审理侵权案，我们擦肩而过，他没有说话，我也没有看他。法庭上，我的律师出示了确凿证据，傅晨舟全程低着头，没有辩解。最终，法官宣布判决傅晨舟公司侵权成立，赔偿孟氏集团经济损失，并公开道歉。走出法庭，记者蜂拥而上，有记者问：孟总，对于前夫，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看着镜头，淡淡的说：法律已经给出了答案。然后他在保镖护送下上车离开。傅晨舟从另一个出口离开，避开了记者。他的公司完了，名声也毁了。手机响了，是叶星星打来的。晨舟哥，我爸让我回应过，我们分手吧。傅晨舟没有说话，只是听着。他放下手机，苦笑，到头来他什么也没得到。孟元旭回到公司，开始新的工作，一切都在走上正轨。晚上，我回到孟家老宅，和父亲一起吃晚饭。父亲说：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笑了笑：先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好，然后想出去走走。也好，散散心。吃完饭，我回到房间，打开那个很久没看的备忘录，我点开，一页页翻看。看着看着，我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泪流了下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按下了删除键。1个月后，我决定去云南散心，看看那里的山和水。手机响了，是助理发来的消息：傅晨舟的公司破产了，他本人不知去向。
我关掉手机，准备登机。飞机起飞，我看着窗外的城市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云层下。云南，我来了。我住进了一家安静的客栈，老板娘很热情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每天睡到自然醒，然后出去闲逛，有时候去爬山，看云雾缭绕的山峰，有时候坐在湖边发呆一整个下午。渐渐的，心里的伤口开始愈合。有一天，我在爬山时遇到一个老人，老人说：“姑娘，一个人爬山啊？”我点点头。是啊，想看看山上的风景。老人说：“山上的风景很好，但有时候雾太大，什么都看不见。”我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等雾散了，就能看见了。”老人笑了。是啊，等雾散了，青山就在眼前。我继续往上爬，终于到了山顶。山顶上雾很大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坐在一块石头上，等着雾散。等了很久，雾还是没有散。就在我准备下山时，一阵风吹来，雾开始散了。渐渐的，远处的青山显露出轮廓。终于雾散了，青山清晰地呈现在眼前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老人的话。从云南回来后，我全身心投入工作，公司业务蒸蒸日上，我也逐渐被业内认可。偶尔会听到傅晨舟的消息，说他在某个小城市重新开始，但已经与我无关。叶星星回了英国，听说嫁了个华裔富商。时间是最好的良药。1年后，我已经能平静地回忆过去。那天我整理旧物时，发现了一个 U 盘，里面是我备份的恋爱糗事百科，那些照片和文字又出现在眼前。但这次我没有难过，我一张张翻看，像在看别人的故事。翻到最后，我看到一段视频，是我们结婚那天拍的。视频里，他对我说：“阿旭，我会爱你一辈子。”我笑了笑，关掉了视频。过去的就是过去了。手机响了，是父亲发来的消息：“晚上回家吃饭，给你做了最爱吃的糖醋排骨。”我换了身衣服出门，到了老宅，父亲正在厨房忙碌。父亲回头看我，笑着说：“回来了，洗手准备吃饭。”我应了一声，帮忙摆碗筷。吃饭时，父亲问：“最近工作怎么样？”我点点头，挺好的。下个月有个新项目要启动。父亲说：“别太累，注意身体。”吃完饭，我和父亲在院子里散步。父亲说：“看到你现在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”我挽着父亲的手臂说：“爸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不懂事。”父亲拍拍我的手：“傻孩子，回来就好。”院子里的桂花开了，香气淡淡的，不扰人。我抬头看着夜空，繁星点点，心里再无阴霾。父亲忽然开口：“公司那个新项目，听说你拒绝了陈家的合作。”我愣了一下，笑了：“爸，您消息到灵通，陈家的条件开得不错，为什么不接？”父亲语气平淡，像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。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条件是不错，但他们的资金链有问题，我怕拖累项目进度，与其后面扯皮，不如一开始就选更稳妥的合作方。”父亲没说话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。我们又走了一段路，他才说：“你比我想得远。”我笑了笑，没接话。以前的我大概会为了尽快证明自己，什么项目都敢接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吃过亏的人走路都会多看2步。父亲停下脚步，看着我：“阿旭，爸爸以前反对你和傅晨舟，不是因为看不上他的出身。我知道，我是怕你太早做决定，把自己的一生压在一个还不确定的人身上。”父亲的声音很轻，像怕惊动什么。我挽紧他的手臂：“爸，我都明白。”他拍了拍我的手，没再说什么。夜风带着花香月光，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回到房间，我打开电脑，处理了几封邮件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助理发来的消息：“孟总，傅晨舟那边有人打听到他在老家开了个小工作室，接些零散的活。”我看了几秒没有回复，锁了屏幕。窗外月色很好，我拉上窗帘，关了灯，一夜无梦。日子过得很快，转眼入了冬。公司的新项目上了正轨，我也渐渐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。有时候加班到很晚，开车回家的路上会路过那栋曾经住过的别墅，灯是灭的，院子里的草长得很高，没人打理，但我不会再绕路了。这天，助理小周神秘兮兮地凑过来：“孟总，有个事想跟您汇报一下。”说：“叶星星，就是您前夫那个谁，他回国了。”我手上的笔顿了一下，然后继续签字：“跟我有关系吗？”小周摇头：“跟咱们是没关系。
但他好像想复出做自媒体，再联系几个 MCN 机构。我把签好的文件递给他，那就更跟我没关系了。小周接过文件，欲言又止，还是走了。我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。叶星星回国，傅晨舟在老家，这些人都跟我没有关系了。以前我总觉得放下是需要勇气的，现在才明白，放下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不再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。手机响了，是母亲打来的。阿旭，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吗？我让阿姨做了你爱吃的酸菜鱼。好，我下班就过去。挂了电话，我收拾东西准备出门。经过前台的时候，前台小姑娘叫住我：“孟总，有您的花。”我愣了一下，走过去看，是一束白玫瑰，没有卡片，没有署名。我看了看，对前台说：“扔了吧。”小姑娘有些惊讶：“不问问是谁送的吗？”我笑了笑：“不用了。”走出大楼，冷风扑面而来，我裹紧大衣往停车场走去。不管是谁送的，都不需要了。周末我去了趟墓地，不是去看谁，只是想去走走。墓园很安静，只有风声和偶尔的鸟鸣。我在一块石凳上坐下，看着远处连绵的山。忽然有人走到我旁边，站住了。我抬头愣了一下，是傅晨舟。他瘦了很多，胡子拉碴的眼睛下面有很重的黑眼圈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羽绒服，整个人像是被生活磨掉了所有棱角。阿旭，他开口，声音沙哑。我看着他，没有站起来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回来看我妈。他指了指不远处的墓碑。刚才看到你坐在这儿，就过来打个招呼。我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他站在原地，像是想走又舍不得走，沉默了很久。他终于开口：“对不起。”我抬头看他，不是现在才说的，是欠了你很久的。他低着头，声音很轻：“所有的事都是我的错。”风吹过来，有些冷。我站起来，拍了拍衣服。傅晨舟，你的对不起，我收下了。他抬起头，眼睛里有些亮光。但我不会说没关系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很平静地说：“因为确实有关系，那些伤害是真的，那些背叛也是真的。我不恨你了，但我也不会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。”他愣了一下，然后苦笑：“我知道。”那就可以了。我拢了拢围巾：“好好生活吧。”我转身往山下走，他在身后喊了一声：“阿旭。”我停下脚步，没回头。你过得好吗？我想了想，笑了：“很好。”然后我继续往前走，没有再回头。山下阳光正好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又是一年春天，公司的年会上，有人问我：“孟总，您对未来的另一半有什么要求？”全场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看着我。我端着酒杯，想了想说：“没什么要求，能让我笑就行。”台下哄堂大笑，我也笑了。其实我心里知道，我对另一半最大的要求就是不需要我为他燃烧自己。以前我以为爱一个人就是要倾尽所有，要为他对抗全世界。现在我才明白，真正的爱不是谁燃烧谁，而是两个人各自发光，互相照亮。年会结束后，我一个人走到露台上吹风。城市的夜景很美，万家灯火，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一段故事。手机响了，是母亲发来的消息：“明天记得回家吃饭，你爸又学了个新菜。”我回了个好，然后把手机收起来，看着远处的天际线，忽然想起那年在云南的山顶，雾很大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等了很久，等到风来，等到雾散，终于看到了青山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不是所有的等待都有结果，但有些等待值得。等雾散，等风来，等自己慢慢好起来。我回到宴会厅，同事们还在热闹。小周跑过来：“孟总，我们拍张合照吧。”我被他拉到人群中间，大家簇拥着，闪光灯亮了一下，照片里我站在最中间，笑得很自然。晚上回到家，我翻出那个 U 盘，里面存着我备份的恋爱糗事百科。我插上电脑，一页页翻看那些照片，那些文字，那些曾经的甜蜜和心碎。看着看着，我笑了，然后我退出 U 盘，走到窗边，打开窗户，夜风吹进来，带着春天特有的湿润气息。我把 U 盘握在手心，掂了掂，然后把它扔进了垃圾桶。不是恨，不是怨，只是不需要了。那些过去，就让它留在过去吧。我关上窗户，拉好窗帘，躺到床上。明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还有很多路要走，但没关系，雾已散，青山依旧，而我终于成了自己的青山。